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俩呢？我是叫这对情侣好，还是这对夫妻好？我们已经结婚了，结婚证我们还没有领，但是婚礼都已经办了。那为啥办了婚礼不领证呢？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去年的年底，今年的年初春节期间。哦，2019年春节期间。对，那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外地创业。啊。因为结婚的话是在老家结的婚，领证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家那边去领证。啊。我们2个人是异地，然后溜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。安徽小伙，安徽对。山东姑娘，是吧？对。在哪儿创业呀？在南京、江苏。对。春节在安徽办的酒，在山东办的酒啊？在安徽，在他们老家。啊，在你们老家办了酒了。没领证是为什么呢？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因为在创业嘛，很多事情顾不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觉得我年龄还挺小的，可以晚一点领证，当时就没有去领。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你们家人对这婚事也不是特别的同意哈？我们家刚开始是不同意的，因为觉得她是外地的嘛。啊。她是独生女啊。我家呢是我还有一个弟弟啊。他父母呢，就是想让他就找个本地的，就是以后能照顾他嘛。啊。怕遇到我是个骗子，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个骗子。等他们父母年龄大了以后，我再把他带到这个我们安徽去了，怕他以后在我们家受什么欺负呀，也就是害怕嘛，也担心嘛。我这也是比较理解，就是他们父母的。今天来干嘛呀？这好好的。当时我们是在同一家单位里认识的。哦，同事啊。因为我们恋爱到目前为止是4年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感情可能觉得没有之前这么的甜蜜了。他老是跟我唱反调，就是我让你往东，他就偏要往西的那种感觉。我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。他可能觉得我们结婚了，就是相当于把我娶到手了，就什么都觉得没关系，无所谓，就那种感觉。其实主任老师他并不是这种情况啊，因为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年龄比较小，我年龄比他大了3岁，有独生女，他就是感觉的话，就我们刚谈恋爱就没结婚之前呢，他做了一些事情就很幼稚，就是明知道不对呢，我还可以谦让呢，迁就他。比如说什么事儿呢？当时我在南京，我在创业。我亲戚因为我的亲戚都在南京比较多，我亲戚就是来找我，我一些表弟呀、我表妹啊就来找我，就让我帮忙，但是呢，他不想让我帮那个忙。我只是说在家里的时候，因为有你父母和你爷爷奶奶嘛，为什么要用得上你呢？这可能是我们家里、因为你也是小孩子呀。他总认为我们还是小孩，但我感觉我已经不小了，我是家里的这个长子长孙。我在我爷爷这边我是最大的，在我外公外婆那边我也是最大的。我感觉我有事情我是需要担当的，是需要有这个责任的。家庭环境不一样，2个人对所谓的身份认同和责任认同感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对。你是希望她是个大嫂样，结果这嫂子不像个大嫂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我并没有说有他说的这么夸张，我只是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做。还有啥呀？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，婚礼是办得非常的仓促的，包括他家里，我们那边是有习俗去买这个首饰嘛，给新儿媳妇买首饰。当时因为我们在创业嘛，然后资金也是比较紧张，就没有去要求这一块儿。我觉得我不要，但是你们家是要买的。他妈妈问到这个3金要给我买什么的时候，我说。黄金有点土，我不想要黄金啊，然后我想要钻戒，但是我并不是说那种要那种几克拉的呀，10几万的一个钻戒，就花个几万块钱买个钻戒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没给买。老师，其实跟他说的根本就不一样。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妈已经要给他买了啊，但是呢，他说他不喜欢黄金，说黄金太土了，太俗了啊，然后就没有买。我是有说黄金太土了，但是你先听我。我们现在不是要领证了吗？要领证了，然后我妈又给我打电话问我。我是说我不要黄金，但是我也没有说我不要别的呀。对呀，是这么回事，但他那天跟我生气，生了很大的气。因为我们前一天已经去看首饰了，也看好了，觉得可以。然后我第2天在网上在看的时候，我再去问他，我说我们买这个首饰的钱，你妈妈出不出呢？他说不出。你是不是说不出？然后你还说了2遍不出。我当时我在厨房，我在做饭，我在烧饭，然后他在沙发那儿看电视的，他问我出不出，因为有炒菜的生意嘛，再有油烟机的生意比较大一点嘛，然后又问了我一遍，我就说不买，然后他感觉他生气了嘛，
然后我一把饭就是烧好之后让他过来吃饭，我感到很生气了，我也给他道歉，我说跟你开玩笑的，然后他就哄不好了，就打起来了，可以这样说。我心里也是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还有个弟弟，我们家的负担是比较重的。我父母呢，就是帮我买房子也拿了一部分钱。我是想的话，因为要钻戒嘛，我说钻戒的话，咱买个稍微小点的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拿出来的钱，买多大的他都应该喜欢，而不是用父母的钱。你结婚戒指让父母买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他就是想让我父母去买。是他父母娶你还是他娶你啊？但是，一般新儿媳妇都是要父母来花钱的。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传统思想？还有什么啊？还有就是平时生活习惯的问题吧，他喜欢抽烟。我们之前2年前就已经约定好了，他这个烟会慢慢的去戒。虽然我们现在是不要孩子、不要小孩这个状态，但是抽烟他也是一直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之前是说规定他一天抽5根，就早上起床1根。早饭1根，然后中饭1根，午饭1根，然后我还让你1根。什么叫你让1根？你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还要多抽。你说我之前我一直在创业，你包括我没创业之前，我的工作也是几乎从事的销售的工作，那避免不了这个烟酒的。我是几乎是不沾的。这个烟呢，可能跟我之前那个工作的原因就是有关系了。但我跟答应他的1天5根烟，我想的话，这样的话慢慢是戒掉的。但是一直没有变呀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呀，而且甚至比是5根的基础是往上的。我会戒掉了，我会戒掉了。你一直这样跟我说，你都说了好多年了。所以咱就翻篇吧啊，聊下一个啊。还有一个就是他喜欢钓鱼嘛。喜欢钓鱼啊。对，喜欢钓鱼那不是一般的喜欢啊，是从白天钓到凌晨的那种喜欢啊。凌晨12点、2点钟，钓到凌晨2点钟，凌晨12点。这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平时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业余爱好的，除了上班就是上班了。那他除了在公司里工作之外呢，还要再花大把的费用去购买钓鱼的装备。这个装备也是几千块钱入的。你一条鱼都没有钓到，你装备一直入了这么多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而且毕竟我们是在公司在盈利阶段。我们需要花出去的钱是很多的，因为我这个人确实平时只有钓鱼这个唯一一个爱好。我为什么钓鱼呢？像他说的那样，我钓到凌晨2点、凌晨12点。我为什么这样呢？我最难的时候我创业，我1年当中我没有休息过，我每天都在上班。他说从白天钓到凌晨，我是从我下了班，我从8点钟、从10点钟才给他去的。我是想一种解压，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去释放这个东西，我是这样感觉。因为我不敢把一些压力也好，一些其他负面的东西，我不敢跟他说。我如果和他说了，他包括现在也是一样，总是怪我，说有些东西我瞒着他，我不和他说，不想让他承担。我要如果和他说了呢，我的压力会更大，因为他会成天成夜的睡不着。你说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休息也休息不好了，这样。我们是很多事情都是共同面对的，你有压力，我也有压力呀。我也知道你有压力，所以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，所以你能扛的事情我全部是自己扛的。所以他的委屈你得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刚结婚吧，一起下了班，你回来不是陪我，而是陪鱼？他是这么想的，我说对吧，姑娘？他钓到凌晨的时候，我还要在家等他，等到凌晨。哎，你跟他一起去钓呗。他不去啊？他不，你愿意带他去吗？我愿意，我可以啊。所以看他并不是为了夺你一个自己的单独时光啊，这个互相理解吧，生活习惯问题。你们俩现在创业是怎么个模式？谁管账？公司的账是？都是我来。全都是你？那你在公司做什么？辅助。哦，辅助就是啥都不干呗。啥都干，就是不管钱。现在都在南京生活啊？现在刚刚回老家了，我们在老家准备再继续创业。回谁的老家？山东。回他的老家了。哎，爸爸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岩老师，你有一点领证之前的焦虑。他孝顺、上进，除了一天抽5根烟以外，我没有听到任何不良嗜好。
没有和异性的关系问题，没有对你的态度不好，没有不融入你的家庭关系，压力大了钓钓鱼，我认为简直是最好不过的业余爱好。你需要的就是找一个类似的业余爱好，你喜欢的，你也可以啊。你晚上下了班以后，是吧？你涂完伊贝诗，你刷刷抖音，看看我们爱宝，学习一下怎么经营夫妻生活，怎么经营未来的日子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调节好目前这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，不要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。我不知道未来他会怎样，现在我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公，除了一点啊，只有一点，就是你们风险要共担，责任要共担，你不告诉他，他压力也会很大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才是夫妻一起面对，一起走向未来。祝你们幸福。嘿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于老师啊，我刚才听到一个不太符合常规的那个逻辑，就是一般来讲是先领证，然后后办婚礼，对吧？而在你们来讲的话，是先办婚礼，后领证，也有，但比较少。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，办完婚礼了，所以你们就认为这结婚了，男人就会觉得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，我放松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小调皮、小懒惰就出来了，小尾巴就有点露出来了。而女人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呢，她就觉得我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，她有很高的一个期待，你知道吗？这婚礼办完了，证还没领呢，发现我和他沟通这5斤的事儿，居然敢给我开这样的玩笑，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。我想呢，这样一剖析的话呢，我们尽快的把这个安全期给度过了。证还没领，但是我并不担心说你们俩会分开，因为在你谈到说你陪着鱼这个玩耍的时候，说减压的时候，或者你叫女朋友或者叫老婆，那眼泪就下来了。你们俩的情感和眼泪在那一刻是相连的，你心中有他，他心中也有你。但是呢，我今天特别想提醒男方，要特别关照女方在这个时间段她的一个心理变化，不要让她的落差太大，让她安全的度过你的证也好，还是日子也过得很顺畅。那么对女方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也不要太过多的去挑剔男人的毛病，和缺点，我可以把它称为叫悲观，因为女人挑男人的毛病可能大多是一个习惯了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挑的太多了，它会变得越来越差。所以毛病是有的，可以挑，但是也适当的看看他的优点，这个我也经常讲的，好吧？就这些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杨老师，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侣，总之你们俩现在是小两口，对吧，女生？小两口意味着以后过的是日子。日子是什么呀？日子真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真的是今天你睡觉晚了，吵到我了，明天我起床早了，可能嫌你睡懒觉了，这是日子。我觉得女生可能真的心里没有做好准备，你现在状态不像是进入了2个人共同生活的状态，所以你会有感觉说他不顺着我，他以前都顺着我，现在为什么不顺着我了？我希望他不要这样。但是2个人过日子，不是谁顺着谁，是遇到任何事情，你们应该学会在彼此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非本事，苦恼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在这方面还真的需要练习，好吗？好的，老师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所以你要理解和体谅，为了把你娶到手，无所不用其极的做了一些忍辱负重的事儿，陆陆续续这些真相已经浮现在你的眼前了。希望你能本着以大局为重的精神，接着熬下去，一样慢慢的来暴露自己别暴露的太快，让人有个适应的过程。慢一点，听明白了吗？好的。说慢慢来。行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老婆，我
可能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，特别是我们结婚过后，你感觉我没有那么包容你了，我给你唱反调，给你做对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现在结婚了，我们是一个家庭了，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不能就像以前那样，只是我们2个人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我们2个大的家庭，是面临了我们好多的亲戚。做什么事情不能光顾着我们自己，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父母。当然，我今后你说的一些事情，包括抽烟、钓鱼，我都能改。我会让你高兴的，就跟我当时对你爸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会对你一辈子都会好的，不会对你干一件事的。行了，好了，谢谢2位的分享，请回吧，来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金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决定吧，请开门。纯净保湿实时水嫩，伊贝氏纯净水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纯净保湿实时水嫩，伊贝氏纯净水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回来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我不给你装满料了。哎，你哭啥呀？我怕他不出来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和24小时保湿，实时透水嫩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以后不给你唱反调了，你放心。好，请亮灯吧啊！来，姑娘，送给你了啊，开开心心贴面膜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。